如来是佛的10大称号之一，如诸佛而来，故名如来。如来的意思是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西游记讲述的是西天取经的故事，是佛家的故事，而其中的最大人物就是如来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是如来还是唐僧师徒，其实都是出家人。凡是出家当和尚的人都要剃光头，这在佛教中叫做剃度。佛教认为世界是虚幻的，人间是苦难的，只有斩断一切烦恼才能修行成佛。头发被称为3000烦恼丝，去除烦恼才能真正的达到高深之境。正所谓无人相、无我相、无众生相，青丝尽去，我已无相。唐僧就是一个光头，但是令人奇怪的是，西天的佛祖们却大多都不是光头，他们的头上都有头发，难道位高者就能不剃度？其实如来的头发可不简单，他头上的包可不是发型，而是一种叫肉髻的东西，是一种奇特的法香，是令神佛都畏惧的东西。如果你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如来和座下弟子的头发其实不是顺的，而是卷曲的，仿佛是烙印上去的。这些其实不是头发，包括如来在内，他们都严格遵守着佛家的教诲，不留青丝，但有肉髻。大般若381曰：世尊顶上乌色逆沙，高显周圆，犹如天盖，是32。玄音一义3曰：肉髻，梵言袜色泥沙，此云髻。即无上一经云：玉色泥沙，顶骨涌起，自然成髻是也。肉髻梵名乌色逆沙，是一种尊贵之相，是佛32相之一。肉髻的男人是身份尊贵的象征，一般人长不出来，菩萨就稍差一些，没有这个特征。经书上说，释迦牟尼出家之前是有头发的，出家后也剃了光头。佛教源于印度，在释迦牟尼出家前是没有和尚剃发的传统的，当时剃发被视为耻辱，只有罪犯和奴隶才是光头。但自从释迦牟尼出家，就有了剃头的要求。第一是坚定出家的信心，第二也是区别于传统僧侣，剃发才是正道，有助于克制外貌上的欲望，并且传说中的诸位神佛都是剃发的。成佛后，佛祖的头上就长出了肉髻，看起来像是头发，但其实是类似肌肉一样的东西，这就是32相之一，叫顶髻相。后来很多佛祖菩萨也都长出了肉髻，但是也有一些例外，比如弥勒佛就是光头，为何他没有肉髻？其实这就涉及到了差异，它有不同的造化，因此有了差异性。如来佛有大日如来之相，而弥勒佛却不在统计之内。佛家说法中，佛祖有3尊，分别是过去佛燃灯佛祖，他的头上也有肉髻；现在佛如来佛祖，他的头上也满是肉髻。弥勒佛是未来佛，他不存在过去现在，准确的说是在将来，那么他如今就没有真实的身体，也不会存在肉髻了。无量寿经记载，所有的佛祖菩萨都有肉髻相，但每个人都有不同，因为肉髻代表修行水平，如来的最为庄严，因为他修为是最高的。如来头上的那也不是自来卷，而是一种螺旋纹，据说在古印度，长螺旋纹是吉祥的象征。释迦牟尼成佛后有32相，相貌上出现了与凡人不同的32种特征，头上的肉髻只是其中之一。这32相胜过所有尊贵之人，让人都产生恭敬之心。各位佛祖法相尊严，他们是佛家经典的先觉者，是感悟一切的至高者，这些头发是他们修佛的最高证明。信仰佛教就是努力向善，做一些对生命有意义的事情，得到最好的启发。在这神圣的教义之中，佛教的深层意义远超过表面的仪式和象征。如来的肉髻尽管显眼，却只是其修行成就的一部分。真正的佛教修行强调的是内心的转化和智慧的增长。佛陀教导的核心在于悟性的提升，通过内观、禅修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，以达到涅槃的境界。佛教的教义提倡的是一种超越个人欲望和世俗纷扰的生活方式，引导我们走向更加深刻的自我认识和宇宙理解。
这种理解并非仅仅停留在肉体或其他外在标志上，而是一种心灵的觉醒，一种对生命深层次的洞察。在《大般若经》和其他佛经中，佛陀的教诲被详细阐述。这些教诲不仅仅涉及禅修和苦行，还涉及对生命、苦难、无常和空性的深刻理解。佛陀通过自己的悟道经历，展示了如何通过洞察生命的本质，克服内心的烦恼，达到内心的宁静和智慧的提升。在佛教的路径上，每个人的修行都是独特的。就像肉体的存在体现了佛陀的高深修为，每个修行者也需要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实践来理解教义，获得自己的洞察和智慧。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，但也是通往内心深处寻求智慧和平静的唯一途径。因此，虽然佛教的仪式和象征具有其独特的意义和重要性，但其核心始终是个人的精神修行和对智慧的追求。通过内在的修炼和实践，佛教徒不断深化对生命、苦难和世界的理解，朝着更加觉醒和智慧的生活方式迈进。在这条通往觉醒和智慧的道路上，佛教徒们所追求的不仅是个人的精神成长，也是对所有众生的无限慈悲。在佛教的教义中，大乘佛教特别强调菩萨道，即为了救度一切众生而不断回转轮回，不求个人涅槃的精神。这种慈悲心态不仅体现在对他人的帮助和关怀上，也体现在对所有生命的尊重和保护上。佛教的平等教化保护了现世父母、类结亲眷、六道众生，使他们离苦得乐，所留下的教法也令未来世的众生种下得度的因缘。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信仰，都有自己所执着的东西，最后的愿望其实殊途同归，都是希望能获得好生活，平安幸福地走完这一生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